李长寿对此只能够含笑以对，不断的赔礼。他又再三请求，若无公事落到自己本体上，还请玄黄塔不要露面。还好此刻遁力全开，转眼数万里便过，李长寿一头扎进了那3名天降指导人布置的大阵中，转身面向身后。空中那一道急射而来的金线在数百丈之外停住了。金蝉子张开金色薄翼，含笑看向李长寿，刚要出言嘲讽，李长寿微微一笑，抢先半拍，朗声道：贫道善挪移，有急速，各位想留我，怕是有些麻烦呐。金蝉子面色瞬间铁青，这是他此前在龙族仙舟上曾对李长寿所说的原话，此时听来却是让他异常的难受。不曾想海神竟也有如此本领，你当真不愧是海中正神，竟然将水遁之法推演到这般地步。李长寿甩了甩宝剑：金蝉子，你可敢入阵？贫道有何不敢？金蝉子大笑2声，但是脚下却是纹丝不动，左手向前一抓，一根紫色剑矢出现在他的身前。金蝉子对着紫剑屈指一弹，这根剑矢破空而去，直接冲到了李长寿所布置的阵法前，径直炸碎。一缕缕紫红交错的气息钻入大阵，大阵之内灵力运转顿时失衡，布置大阵所用的小半阵旗接连炸碎，大阵消散，露出那3名潜藏的天降指导人。李长寿面色一变，却迅速地恢复镇定。那3名天降指导人的面色却有些木讷。金蝉子将这些细节尽收入眼底，笑道：能看出海神你布置的阵法还算巧妙，只可惜始终境界差了一些，不明真正的阵法奥义。既如此，贫道今日就告退了。海神何不看看四周？金蝉子淡定地道了一句。李长寿的目光扫去，却见东南北方向竟然出现了6只金色的蝉翼。天地突然阴沉下来，6只蝉翼极快地颤动，一缕缕波纹荡漾开来，转眼笼罩了方圆100里。海浪凝固，风收云止，一切仿佛被按了暂停键。此为乾坤大术，金蝉子的得意神通，名称不详，文静道人详细的介绍过。远处海面上，金蝉子悠然自得，竟然还对李长寿展示了一番此间奥秘。金蝉子露出此时的本体，竟然是一只无翼金蝉，且背对着李长寿。这金蝉并不丑陋，甚至还暗合某种大道之韵，给人几分美感。而他人形时展露在背后的6只薄翼，竟然是6只蝉足。金蝉子的本体只是一晃就恢复成了人形，目中的得意之色越发浓郁了。转眼之间，形势逆转，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此地的主动权。李长寿轻轻一叹，目中流露出少许的不甘。金蝉子不再多说什么，双手一招，一正一反握住2把短刃，而李长寿身后3只天降指导人迅速聚到了李长寿的身周，各自气息勾连。金蝉子身影一闪，径直俯冲而来。李长寿嘴角轻轻抽搐，似乎是认了命一般。4只指导人体内的仙力开始疯狂涌动，想要将化身自爆。金蝉子轻哼一声，身影连续闪动，那6只在其他3个方向上的蝉翼同时消失不见。刹那间，只见金光闪烁，3颗头颅抛飞而起，3名天降的身形瞬间漏气，化作纸人倒在此地。金蝉子的身形出现在李长寿的面前，一把短刃抵在李长寿额头。下次真身过来见我，我自会与你相。金蝉子的话语突然顿住，这并非是他发现了什么异常被打断了，纯粹是因为嘴唇无法挪动，身形突然被定格。怎会？乾坤为何突然失去感应？天地再次变暗，但是这一次是方圆1000里之内都被摁下了暂停键。
金蝉子所不能见。一张水火太极图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空中，天地间的水火之力被源源不断地化作阴阳二气，勾动大道，将天地十方尽皆封锁。水火归元阵，又有九面石碑的虚影出现在天地之间，诵经升起，一条条交错的漆黑锁链凭空出现，这些锁链之上附着着阴阳之力，一端蔓延入虚空，一端缠绕在了金蝉子浑身各处，将它完全捆绑之后，随之隐而不显。九灵玄气阵，这是玄都大法师所布大阵，远非金蝉子能识能破。而李长寿在这一瞬没有说半个字，没有耽误半点时机，紧抿着嘴唇，手中甩出一只只纸人。这些纸人竟不去化作人形，反而是直接扑到金蝉子的身上。72只纸人手拉手，肩并肩，宛若给金蝉子穿上了一层衣袍。每只纸人都有天仙境巅峰，半步金仙的实力，像极了李长寿当初没有悟出金丹平衡仙力之法，不断的尝试，不断失败的灵爆纸人。而这72只纸人，李长寿当真是下了血本，几乎拿出了小雄风灵术们的小半积蓄。终极底牌之地煞灵爆阵，这就是李长寿此时能够做到的瞬息最强攻势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幕不过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李长寿的这一具指导人脚尖轻点向后急退时，双手点出72道流光，注入这一具具指导人的体内。随后心神强行依附其上，平衡72具指导人体内的仙力涌动的节奏，将他们齐齐推上灵爆的临界点。金蝉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，此时却刚刚反应过来，想要挣脱开大阵枷锁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一息两息，天地之间一片死寂，又在这死寂之中出现了72道轻轻闪烁的光亮。这一瞬，金蝉子突然明白了，算计，都是算计！海神去了龙宫是为了引我现身，最先对我示弱，然后突然显露一手遁术，让我有了比斗之心。是的，海神预先在此布下强大的困阵，却又当着我的面故意布置了一层阵法，又让我出手将外面的阵法破掉，以为我掌控了全局。实际上，真正的陷阱隐藏在陷阱之下，虚实交错。金蝉子注视着海神倒退的身影，心底突然一阵恐惧。不，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。这个人族跟我只是几次接触，就已经捉住了我心情上的弱点。海神！金蝉子的心底在呼喊，他的目光在求饶。然而在金蝉子心底极快想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他身上缠绕的72只指导人已经完成了启动。他们原本平和充盈的仙力突然走上了暴动的极端，这72具纸人身上刻画的层层符箓也在催化加速仙力的动荡。天道不允，故不可存。这72只纸人，这72只承载着李长寿仙力的指导人，72只各自仙力总量堪比金仙境初阶。此刻如72名刚刚修成的金仙，却爆成一团自爆的指导人，同时被点燃。李长寿瞬间收回散出去的心神，本体宛若虚脱一般，控制着老神仙皮的这一具指导人转身遁地，背后仿佛有72颗太阳星冲天而起，狂暴的灵力刚开始涌动，就将乾坤撕扯出一层层褶皱。天地在颤抖，大阵在震动。李长寿遁出不过100丈，金蝉子的身形已被光芒吞没。金蝉子在无声嘶吼，却被这一股强横的灵力转眼撕成粉碎。西海海岸线上，一道巨大的光束冲天而起，这光束随之分裂成数十束、上百束，迅速化作一颗巨大无比的光球，将白昼天地照成一片透亮。
大灵爆，地煞大灵爆！一直躲藏在高空中的大法师皱眉看着下方这一幕，竟也是禁不住嘴角抽搐，一阵无言。这场灵爆持续了几个呼吸，所有的灵力在最短时间涌出，方圆数万里内灵气暴乱，一股狂风将千里范围内的海水吹起，暴露出了浅海海底，无数海鲜惨遭粉末化，荒岛直接消失不见，化作一座100里直径的深坑。以此地为原点，一条条裂谷在大地上蔓延千里数千里，大地的震颤朝着远方不断传递。西海刚刚要掀起反向的巨大海啸，一股神力降临，海水迅速回流，将海中生灵死伤降到了最低。这几个呼吸的时间，只有玄黄塔，也唯有在李长寿体内的玄黄塔看到了李长寿本体躲在阴暗处，低头在竹简上刻画着什么。刻画着什么呢？李长寿在那儿写：仙力转化率还有提升空间，72指导人并非是真正极限，随着元神之力变强，有可能提升到108数量级。直接发动条件太过苛刻，必须有强力阵法辅佐，或者是出其不意。可以选用第二套方案，即在假指导人身上悬挂地煞灵爆阵，靠近强敌时再行引发。然后还有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。天地玲珑玄黄塔一阵无语。笔下不停，李长寿分心驾着指导人自千里之外回返，迅速赶向了金蝉子所在之地。那里只有一团金光。李长寿眉头一挑，心底也是一阵赞叹，不愧是鸿蒙凶兽，这都干不掉。而到此时，李长寿也是明白，这一次八成是杀不得这个金蝉子了。远远的瞧去，那金光是金蝉幼虫，即尚未长出飞翅的状态。李长寿细细地体会着金光上蕴含的玄妙道蕴。啊，金蝉归鞘，这应该是金蝉子本命神通之一，可将垂死的自身藏于旧退之中，放弃大半修为技艺，回归变态之前的状态。而这般神通，六翅金蝉生平只能用一次，因着旧退也就只有一副，作用就是保他一次性命。这个没有失算不失算的，这只洪荒凶兽压箱底的神通自然是不为人知的。此前李长寿算计了很多金蝉脱壳的可能性，却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归鞘保命，这就是知识浅薄的锅了。李长寿仍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袖口一张，一指指导人：住手吧，此灵与我西方有缘。一声带着叹息的嗓音自云端而来，晦涩莫名的道韵自天地间缓缓铺展，将金蝉蝉蜕层层包裹。李长寿突然打了一个激灵，撒出去的指导人尽数舍弃，这一具老神仙指导人瞬间被火光吞噬，化作灰烬。正此时，玄都大法师的身影出现在了李长寿原本站立的位置，袖袍飘动，一抹灰烬钻入了大法师的袖中。果然来了！高空中，一朵朵白云散开，漫天霞光晃动。一名身着破烂道袍的老道盘坐在云上，真容隐于混沌，有些锐利的目光扫向下方。大法师淡定的一笑，对着云上做了一个道揖，口称：见过圣人老爷。就听李长寿传声嘀咕：大法师，您现在出手补一刀，这个金蝉必死无疑。大法师嘴角抽搐几下，却并未答话，反倒是那玄黄塔在李长寿的心底悠悠感慨：哎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丫才是咱人教手底下最黑的那个。不是你真才300岁啊？安水城后堂，一张水火太极凭空出现，承载水火之力缓缓旋转。大法师从中跳出，面色有些冷峻。待水火太极消散，大法师的袖口轻轻飘舞，一撮灰烬飘了出来，伴着点点银光化作了李长寿的身形。他依然还是那般老神仙的模样，胸口还有一座宝塔的虚影。
大法师吐了一口气，径直坐回圈椅上，先是沉默了一阵儿，而后便叹道：这位师叔有些太……李长寿在旁边端着拂尘低声道：大法师，毕竟这是圣人老爷。我自知晓。大法师缓缓点头，言道：当时就该听你的，当着这位师叔的面将那金蝉的蝉蜕斩了。本是觉得此事不好牵扯到西方与道门的冲突，但此时看来，对西方也不必讲什么面皮，他们本就不在意面皮二字。有一说一，大法师发起火来都是如此的儒雅随和。李长寿在旁边也不知道该如何劝，那位圣人老爷实在是一言难尽呢。片刻前，大灵报一骑处，那位面容模糊、身披霞光遮掩的西方教二教主准提道人登场，言说这金蝉与西方有缘，让二人收手。当时李长寿暗中给大法师补刀的建议，大法师明显的犹豫了一下，以至于错失良机。这并非是大法师不敢应对圣人，如有必要，估计大法师该对还是会对。但是今日之事已是李长寿对金蝉子的反击，这般有因有果，有理有据，若大法师强行出手杀了金蝉子，就会直接暴露人教要毁他们西方大兴之气运，从而给人教增加不必要的因果。这点其实也没什么，人教总共就2个半，大不了就是太清老子出手跟西方教2位圣人做过一场，怕是不可能怕的，估计还能把西方给打怕。可是如此一来，事情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洪荒天地少不了一场动荡，道门气运受影响，大法师必然会被太清圣人拉回太清观，禁足几个元会，那就万分的不美了。